你能喊我宝贝吗？你是小狗。这个腹肌火辣。你好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。好消息，相到优质男神徐清且了。坏消息，当着他的面刷了10分钟腹肌男。抱歉，我没发现你到了。看有意思的东西是会比较专注。我叫李思美，徐清且。我没想到你这样的还需要出来相亲。家里催得急。我下午还有一台手术，今天先这样。好。徐清且，她身边的是我们老板的闺女啊，真是尴尬。也不知介绍人怎么好意思把我这样的打工某马介绍给徐清澈的，分明从家世能力上都毫不匹配。是他。那天相亲，他无趣又腼腆，并没有吸引我的注意。不过就算没有发展的打算，正常男人都做不到，放任他一个女性喝醉了躺在这儿。你还好吗？是你吗，徐闯？他看我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坚定热烈，就好像会永远对我不离不弃一样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吧。徐闯，当初为什么要不告而别呢？他好像被抛弃的小狗，很清纯。我不敢问，你也从不承认，你已经走得很近，心却隔着两段曾经。我还以为你一点也不喜欢我，你能喊我宝贝吗？你是小狗。那你是宝贝，把你娶回家藏起来，然后这样那样，让你对我欲罢不能。我要当你的阔太太。这样那样是什么？你教教我。你好闷骚。你情我愿的事，没到嫁娶的地步。如果那也没有错认，如果后来没有结果。昨晚在一个朋友家，我的私事无可奉告。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要把你娶回家藏起来。8点前我会到医院，让谢总到我休息室等我。行了，早饭还有10分钟送到，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谢谢。对比昨夜，他显得无趣不少，但他本性如何与我无关，直接走人不再联系，就显得太过冷血。至少成年人的体面还是要给。加个微信。虽然是第一次，但也算得上是我主动。成年人就得为自己的错误粗心买单。你跟徐清且是大学校友啊？是校友，不过不算熟。那天正好被他撞上，他帮了忙。那江一宇你认识吗？是他大学那时候女朋友。不是，他是徐清且的追求者。只是追求者？那天我在徐家吃饭，看到徐清且书房里有一本这个女孩的日记，她好像时常翻看，我还以为她留念她。我匆匆看了日记第1页和最后1页，第1页是信誓旦旦的他会拿下她，最后1页是他不喜欢她了。也许是我消息不够准确，他们在一起过也说不定。他很体贴很周到，但总让人觉得冷冰冰的。我妈说我肯定管不住他，不太赞同我跟他接触。徐闯，梅雨季节到了，要记得保暖。无情的徐闯，我又没出息的在思念你。有事
还因为江一瑜的事记恨我，有点想回国。我要是没记错，出国前你带走了8000万。但我的小狗在国内，我的小狗肯定很想我。你能喊我宝贝吗？你是小狗，那你是宝贝。至于徐闯口中的那个小狗，是几年前和我通过电话，可以为了徐闯去死的女人。他没出息又不要紧，我也可以赚钱养他的，养一辈子。拿钱走人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那晚之后，生理期推迟好些天了。成年男女，即便曾经越过界，也不代表彼此是什么关系。可一旦出了意外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徐医生，人倒霉起来，真是喝凉水都塞牙。身体不舒服？徐医生，这你女朋友啊？大学校友。我这人光棍一个。是你要求高，张莹大小姐追你都追到医院来了。我先去查房了。那天事后没吃药。你以为我是故意的？那天要不是认错了人，我怎么可能会？即便徐清且再优质，也比不上徐闯半分。等你检查出结果。你走吧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自己能承担。赶我走不会是一个好选择，李思妹。你觉得你每一个选择就没错吗？那为什么江一瑜不爱你了？学长，能加个微信吗？抱歉。你说的不错，我的选择未必都对。果然，爱情才会让人自卑。徐闯，我又想起你了。一会儿午休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你是女生，下次还是注意些好，万一出事，影响的是你自己。徐闯，你在哪里？他看起来孤零零的，像被抛弃了一样，是因为我表现得太过冷漠了。之后要是有事来医院，可以找我。好的。我想认识认识那个美女，你不介意吧？介意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这美女是你的菜，怕你介绍给我以后后悔。江鹤想加你微信，可以推给他。可以。徐清且跟我放纵的那一天，竟然是江一瑜的订婚日。太过克制隐忍的人，失去最爱之物，会放纵原先隐忍的欲。之后要是有事来医院，可以找我。是，他的未婚夫是我介绍的，但他自己也喜欢那男人，何况他都订婚了，你还要跟我对抗？你想多了。我要求也不高，除了他我谁都接受。你也知道你爷爷的意思，他身体不好，急着抱孙子。现在你只要结婚，他手里的股份就给你，不然华泰以后就是你大伯做主了。徐医生，有件事想麻烦您。我母亲住院了，急需做心脏手术，我想您或许认识这方面的专家。条件连他也不如的也行。你什么意思？徐医生，我知道你肯定认识很多大拿，只要你肯介绍，这20万是谢礼。我能帮你，就看我想要的，你愿不愿意给？你说，跟我结婚。姑且算是协议结婚，之后要是不想过，你我什么时候想走，都可以开口提结束。徐清且为了等江一瑶，连他自己的婚姻也可以算计。你考虑好了，
可以联系我。不用考虑，我现在就能答应你。他除了在男女关系上随便之外，做人也相当识时务，只考虑利益，是个理智的现实派。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决定好了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我知道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，两个人各自相信。你决定好了？跟江一瑜是一档长相，但江这人没什么心机，让人愿意交心。这个才认识几天就敢跟你结婚，不太简单啊。也挺好，不会感情用事，万一要结束也好商量。不管结婚是不是应付家里，都得提防一些，毕竟你徐家家大业大，容易惹人惦记。两位过来拍照。曾经的我一直梦想能嫁给徐闯，可惜事与愿违。去医院看你妈。搭我车吧，顺路。之后我要出差一阵，你妈的事会有人跟进。谢谢。你跟江一瑜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以前一个社团的。摄影。好久不见。我爸也是方医生的病人，我来替我爸取药。你跟青且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这个老师也才刚知道，也难怪他特地约我来给你母亲手术。徐青且要娶的女生居然是他。徐青且要娶的女生居然是他。他大概不是真心娶她。就算卖掉老家的房子，距离60万依旧差很多。徐青且说的安排手术，包括手术费吗？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。都答应徐青且结婚了，你不麻烦他，那麻烦谁？不然不是白牺牲婚姻了。他找你结婚肯定也是有所图的。再者，难道你跟这么个优质男领证了，不想着把握把握，就想着离？我这种婚姻可能不太一样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。李思淼，他怎么不找别人结？说明你还是有他看得上的点，可以试一试拿下他。攻略高岭之方多有意思，好看吗？指不定在忙，小饶，主动些也没什么损失，一次不回你就多找他几次呗。目前来看，关系搞好点对你有好处。找我有事。我妈这边全部一起需要60万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替我妈安排包不包括这个钱。如果不包括，我家能尽力凑40万，剩下的20万你能先借我吗？我会尽快还你，努力一点，我2年能攒齐。我空了转你。那你先忙。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2年前在三亚旅游拍的。我开会了。他说会转钱。许清且有没有说照片好看？只问了什么时候拍的。只要问了照片，那就是觉得还不错。不过也是，你身材那么辣，他不也是个男人？你可别打趣我了。其实说白了，你能拿下他，你妈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就方便了。其实20万就够了的，剩下的钱我还你。不用。
谢谢。好在不用卖房子凑钱，不然父母租房也是个难题。手术很成功，放心吧。醒来以后沉默，你看我的眼神。跟徐清且领证的是你，你躲什么？也不见得他们就有什么了，指不定是告别，江一瑜接受不了呢。这种情况就该找机会问清楚。反正我妈的事儿有着落了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你心里是不是还记着徐闯？可别徐闯一回来，你谁都不记得了。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我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李思源，我好想你。两个人各自相信。我会把那8000万补上，还给徐家。我要回国。以为我的眉清脸红，都只是某一周的心动，可那一夜我认错了人，而你认错了我的心。明天跟我回家一趟。好。你体寒，少喝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体寒的？脸色苍白，手脚冰冷，经期紊乱，身体素质差，得养生。你会中医？你再替我看看。之前替你号过脉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呀？在床上。大概是后。别说了。你给了所有的体面，却没有给我一个答案。你今晚要住这儿吗？你也从不承认，明明已经走得很近，心却隔着两段曾经。我下去给你买了新的生活用品，附近没有当上当超，所以回来比较晚。在我身上不用花这些小心思。好。不高兴了？没有，困了，这样了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不用在你身上花小心思。不用你不是不高兴。我才没有不高兴呢，拿去送人也挺好。你给陌生男人送这些，不怕他们多想。别忘记你跟我领证了，李小姐，挡出我的枪。协议结婚而已。那也领了证。去你家里，我要准备些什么？不用。李思源呀，既然领证了，那就尽快把婚礼给办了，要个孩子。爸，我看这事儿还是慢慢考虑，毕竟也得两家先见过面。思梅父母正好在荣城，我打算婚礼就在近日办。急什么？您一直催，不正好合了您的意？你跟我上来。我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他那样的家庭，你这是要上杆子去扶贫。除了那张脸，你看看他有什么优点？正经女人会没见过家长就私自跟男人领证？
他就差在脑门上写想找有钱人了。你就是怨我不同意他，才找了一个远比他差的来气我。四妹，陪爷爷去走一会儿。日子是你和青姐过的，其他人你都不用理会，反正平时也不住一起。谢谢爷爷。不管你们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，但证都领了，以后就好好过日子，生个孩子，爷爷到时候给你丰厚的奖励。走过去。四梅，你去喊你男人来吃饭。结这段婚，你绝对会后悔。领证签完字就后悔过，即便契约结婚，也可以选一个更合适的。如果江一谋昨天跟他未婚夫分手了，这个婚礼你还办不办？你现在还有机会后悔。他是真分手了，还是你在假设？你说呢？话说，国外那位最近一直想回来，说是想他女人了。一个自私自利的私生子，倒演出一有真心的模样。我看只是想找理由回国。回来代价大，他舍不得算计走的一切。如果真舍下了，那岂不是还真是喜欢得起？爷爷让我来喊你们吃饭。你这个媳妇儿倒是很有女人的精味。叔叔阿姨，谢谢，麻烦您了。谢谢，辛苦您了。就真确定要结这个婚了？家庭好、学历高、工作稳定的女婿，不是你梦寐以求的。但他家庭太好了，他自己家企业大，舅舅也是市里大领导，你以后吃亏怎么办？他们家挺好的，你看给你找专家和出钱都很上心的，而且爷爷很好。他家里多少会嫌弃咱们家条件差，要是受委屈了，你就跟他离，不要委曲求全。好，我不委屈自己，过不下去我就离。听他今晚和他堂姐的谈话，婚礼大概会取消或者延迟吧。醒来以后沉默，你看我的眼神冷了，你觉得我的温柔。你老公真忙，结婚还抽不出一天时间，也许是不上心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的关系无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熬上一阵。他怎么也来了？他舍不得你老公，毕竟是他的青春。你还心疼起他了？心疼他就是心疼我自己，因为我也有热烈喜欢过别人的青春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终于到最后一步了，快结束吧。要是徐清佐突然不跟江一瑜犟了，开始悔婚，爸妈会担心的。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小狗一样，很可爱。人生总是这样，难以圆满。徐清且和江一瑜是，我和徐闯也是。徐闯，再见了。人得往前看。出门有点事，不用等我，你可以先睡。那我直接睡你卧室吗？新婚夜提这个字眼，是有意勾我吗？看你喜欢。回来可以，代价你应该也知道，钱、房产我都还给徐家。
我也不会再要求徐家认回我。我回来会避开你母亲，不会碍她的眼。20余年的算计，全都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自己博士营养师毕业了，能进好企业，收入不会差。再者，我的小狗只要跟我一起，不会怕过苦日子的。急着回去过新婚夜啊？姓江那个，姓李，真巧，我喜欢的人也姓李。有结婚照吗？我看看。让我好奇，你这样自我又眼高于天的人，会娶什么样的女人？我也可以赚钱养他的。天真的可怜。天真的女人起码品行正，对待感情专一，总比李思梅这种随便又现实的女人好对付。你几点回来啊？你浴室的智能系统我不会关，也许是被我弄坏了，坏了我赔你钱。咱们说好了，你别生气行不行？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你回来了，网上教的这个方法有用吗？还有一套智能系统大概多少钱？ Turn off the water。 原来是英语控制的。定制的早，那是人工智能领域国外水平更胜一筹，选的国外产品。你家里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吧？你很好奇。那我去睡觉了。被人提防是一件很没劲的事。新婚夜怎么样？徐医生这种大男人肯定不简单。哪有什么新婚夜？被晾了半夜，他才刚回来。而且我们这种婚姻关系，不见得要做亲密的事，只是协议结婚，为什么还是产生了荒唐的归属感？我都睡着了。明天询假休息，可以陪你。我们这种关系也需要这样吗？协议结婚也是结婚，你我是真夫妻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你的眼神，我抱住你能不吗？真不了，你又得失眠装睡，在背后埋怨我冷落你。我没有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。许清且的婚假自然不会和我度过，圈子不同，玩不到一起。何况他圈子里不少人跟江一瑜关系不错，肯定是排斥我的。李思梅，今天研发部来了个大帅哥，哎，超级帅。有多帅啊？又帅，研发部收入又高，还是国外常青英博士毕业，就是看着有些冷冰冰。李思梅，快用你的美貌去征服他，拿下他。我吗？妄自菲薄什么？你好相处又安稳，谁娶到你是运气好。我们从一场误会靠近，却差一点这自己是徐闯，你坐着，我去买点东西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爷爷让你晚上回去吃饭。清醒点，你已经结婚了。你喜欢的海鲜面没放香菜。徐闯，我结婚了。是我先放弃这段感情的，他结婚是我得承担的后果。他对你好吗？恐怕那个男人不太好，两人感情基础也相当薄弱。不用紧张，只是恰巧看到你，找你叙叙旧。没想到成同事了。
你呢？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我一直单身。都是老朋友，以后也是同事，要不我加个微信？午休时间即将结束，可以。部门还有事，我先去忙了，下次再叙旧。你跟帅同事原来认识啊？以前挺熟。是不是喜欢你？我看他一直盯着你看。现在的徐焕只会更招人喜欢，又怎么会留恋过去？李元润，当年走丢了，没想到被徐闯找到了，还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徐闯，你朋友圈的小狗是李元润对吗？对，当年花了不少精力找到他。最近我房子还没有定下来，住朋友家，你能先养他一阵吗？李思妍是个爱分享的人，但结婚的事，朋友圈却毫无痕迹。先替你爸潜伏到你妈身边去，你妈不会亏待你。李媛媛，你现在好胖。是我太惯着毛孩子了。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，已经很好了。你家里那位能接受他吗？这是我的女儿李媛媛。我可以在这里养她吗？待会儿叫她什么好呢？叫徐医生太过客套，叫名字又显得没分寸。算了，就叫老公吧。就像老板是老板，领导是领导，什么身份喊什么。老公，我能在家里养我女儿吗？平时很有距离感，有事情找我就热切了。他现在有求于你，身处低位会讨好你，总有一天胃口会在你这儿养大。你现在跟我斗气娶她，早晚要离。养狗会打扰我的休息，影响家里的洁净程度，这是我的牺牲。那么我能得到什么？那我明天带狗回我自己那边住。他现在像小狗耷拉下尾巴。说什么协议结婚也是结婚，结果连这点事他都不同意。更憋屈的是，这段婚姻换来了妈妈的手术，我连吵架的资格都没有。李思梅和李媛润的名字跟这个字母都毫无关系。狗狗像是有另外一个主人，一个男主人。你的李媛莲肉，除了你这个妈，是不是还有个爸？徐闯虽然养着李媛蓉，但也绝对不是那种会轻易的喊狗狗女儿的人。你不愿意给我女儿当爹，外面有的是人想当。给你女儿当爹，跟给你的狗当爹是两回事。鬼才会给你生女儿，他就够难伺候的了，再生一个小号的徐清浅，人生不得完蛋。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愿意陪心上人吃苦，并且赚钱养男人的极品恋爱脑，但凭他的手段和随便程度，绝对不会是那种恋爱脑。真有了，你自然就会生。我带李媛润走了，明天再过去吧，到时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现在过去。你确定今天这么频繁的换地方，他不会应激？这么多年，你会想妈妈吗？徐闯，当年刚走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有点想我呢？那天夜色太深，
我错认了你的眼神，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回家。好奇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，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。来付钱。这家超市好贵，一点水果400多，他的日常消费我1个星期饭钱。品质好些。而你认错了我的心，我们从一场误会靠近，却差一点真的相爱下去。那养李元润吗？看你表现。到底养不养？养。李思梅这样现实理智的女人，却替某个男人纹下了这个明知很难洗去的戒指。李思毛这样瞻前顾后的女人，会不知道会纹下这个戒指是件蠢事。不过她的过去与我无关。他是不是看见了？不过他根本不在意吧，所以懒得问。虽然只是协议婚姻，感情可以没有，但婚姻期间最基本的忠诚必须说清楚。结婚之后，你有跟其他女人保持着亲密关系吗？他看似询问，却是在提要求。这种带着算计的小聪明，很难不让人提防。哪种亲密关系？就我们这样的。结婚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，在关系存在期间，我都不觉得跟其他人保持这种关系。我想在院子里给李媛媛搭个窝。随你。晚安。都只是某一周的心动，可那一夜我认错了人，而你认错了我的心，我们从一场误会靠近。李元润还适应你那儿吗？还可以，他被你教得好好，好乖，也不怎么叫唤。等我买的材料到了，我打算给他在院子里搭个窝，他可以好好玩了。当初应该带着他一起走的。当家长的自然得负责教好自家毛孩子，是不是还有个爸？不过咱们李元润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小狗。李思梅，不要自作多情。你什么时候想接李元润回去，可以联系我。好。市场部的李思蕊很漂亮，是不是？不过难追，听说心里一直记着个男人，几个追她的都被她拒绝，是吗？长情是好事，搞得像他是那个一直被记着的男人。李思梅，这周末你去海城出差，周期暂定1个月。原本打算这周末给李媛媛搭个窝的，可我该怎么和徐清且开口，让她帮忙照顾李媛媛呢？老公，晚上要一起吃个饭吗？老公，晚上要一起吃个饭吗？你几点下班啊？一会儿我来接你，然后我请你吃个饭，你觉得行吗？今天下班应该挺晚。那我过去等你呢。你这是想在我同事面前宣示主权？
你给了所有的体面，却没有给我一个答案。我不敢问，你也从他防着我，连一句普通邀请都能被理解成算计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走？加会儿班。那个男人没有给他归属感，所以遇到事他不会选择回家，要跟我一起去参加聚餐。是以前那些朋友，你也认识。她的老公不爱她不要紧，有人会替她爱她。没想到徐闯和过去的朋友还有联系，正好我也很久没见他们了。好啊，有聚餐的理由，我一直不回去，也不会显得我在跟徐清可赌气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的，看你们。今晚烤肉，老地方，有时间都来。于霜和周涵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已经结婚了。他们能结婚真好。周涵确实难追。你别说人家，追你更难，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的。我还好，不过我得看是谁追我。倒贴的事，我背后也干过不少。能让你付出的女生，应该很好。她很好，可惜我没有珍惜。不过不着急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，没人能抢走。她有了真正喜欢的人也好，至少不会再像当年那么孤独。你这是想在我同事面前宣示主权？你老公的电话，需不需要跟他说一声你在跟老朋友聚餐？不用，我的事不需要让他知道。他要是欺负你，可以找我，不要让他觉得你没靠山。毕竟我们也算很好的朋友。谢谢。李思毛，你还是这么好看。听说你和周涵结婚了，恭喜抱得美男归。咱们徐闯也是美男，还高材生，你吱一声，他自己就送上门了。玉霜，李思梅性格敏感，容易内耗，别乱开他玩笑。行行行，先坐。真好。好什么？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以后可以经常出来跟我们聚一聚。好，陪我去趟洗手间。周涵现在太粘人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结了婚的男人都很粘老婆。以前明明那么高冷，相爱的人才会这样。我和徐清浅泾渭分明的。其实徐闯，你真可以试试。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呢？徐医生，这个点了，你女朋友还不催你回去啊？醒来以后沉默，你看我的眼神冷了。那男人真帅，不过段位太高，眼高于天，看样子是没看上那个女人。他没看上那个女人，那更看不上我。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。有我在，喝吧，我给你订好了酒店，不想回去就不回去，到时候我会和余霜一起送你过去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心。你几点回？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。他眼睛红红的，显然是受了委屈的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的那么热。冲动删了我没任何意义。你那边几点结束？我等等。你不用等他，他今晚不回去，我会照顾好他。你不用等他，他今晚不回去，
我会照顾好他。看来他告诉过你，他已经结婚了。那又如何？你们早晚要离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徐医生，你借我手机联系谁啊？我太太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。徐医生原来结婚了，你们吵架了？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。徐医生破费了，本来说好的我请客。没事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两个人各自徐医生，落东西了吗？等我太太。是刚刚碰到的那个女人吗？才会问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眉清眼红都只需某一周的心动。我是他男人，身份证在里面，我的证先压你这儿，一会儿我就下来。麻烦同事陪您一起上去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婚戒随时可以取掉，但纹身会一直在，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。我头好晕，也好难受。为什么难受？看不起我，连约他吃饭也要被怀疑我。我一直尽力不去在意自己的自尊心了，可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好难受。他不愿意陪你做的事，我都愿意陪你。别怕，这样的日子你不会过很久。现在好好睡觉，好不好？也不知道他这2年经历了什么，比起从前，他没那么有活力了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老公昨晚送您过来的。徐清姐不像是在外边会解释我们关系的人，叫徐闯。你老公真帅，还很心疼你，走的时候不放心你，还留了电话。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。昨天谢谢你。昨天前台怀疑我是拐的你，为了省事，我只好说我是你男人，你不介意吧？没关系，只是卫视酒店登记时的权宜之计。昨天你老公给你发了消息，但态度……余生气不过，替你回答了。这不在意的凉薄散漫自语，一看就是徐清姐。我一点都不后悔拉黑她。半夜有2个陌生来电，不知道是徐清姐还是别人打错了。心平气和，就当昨天什么都没发生。谢欣，我要出差1个月，李营院能不能先拜托你？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今天我来不及搬走，等我出差回来，我会搬回我自己那里去，以后就不过来了。离婚的事我现在没资格决定，但分居可以。我不想再天天见他，以后他想跟什么女人吃饭，哪怕是睡觉，我都不敢舍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你急着结婚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爷爷手里的股份。爷爷那边我会按时去看他，你不用担心。昨晚见到旧情人了。昨天只是跟老朋友一起吃饭，不过这也是我的私事。我不认为一个已婚女人彻夜不归也不接电话是私事。昨晚那2个电话是他。那你一个已婚男人跟其他女人去吃饭就是私事了吗？拒绝我这个名义上的妻子，赴别人的约，我像一个已婚女人吗？
谢欣会来带走李媛媛。李思梅，你是能力够不上你的野心，想当我的家，想管住我，是要看你自己本事的。不，我从没想过在你们徐家当家做主。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人都是有自尊心的，他觉得我人不行，可他带着成见看人，又有多高尚？说，病人突然大出血，血压持续下降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，生命体征稳定，送监护室。徐医生，1206号床的病人家属说跟你认识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，两个人各自相信。徐清浅，饭点了，吃过了吗？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介绍老师给我爸，没有你，我爸可能已经……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他没有一起来，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分手了？他比较忙，再忙，这个时候也该来。过一会儿应该会来。他对我话不多，可替我解决了很多事。能解决问题的男人非常稀缺。你跟李思墨结婚，是因为你爷爷手里的股份吗？如果他心里有一个深爱的男人，甚至可以为了对方去死，为了对方随时抛下你，你会介意吗？人不该纠结对方的过去，他很聪明理性，也不会是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人。假设而已，你不用这么认真。假设也该基于现实情况。你就是不喜欢他。你要是喜欢他，他对其他男人掏心掏肺，你会介意的要命，你接受不了，你会心痛到发疯。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我身上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做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。你老公和江一瑜现在在一起吃饭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夫妻。自己的误会是真的。他和谁吃饭，心情怎么样，都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李圆润接回来了吗？今晚我就去你男人那儿接李圆润。谢欣，他不算我男人，不要瞎喊。李思梅有心计，他的朋友大概也是一路人。这徐清可比当年跟李思墨初相识的徐闯还要惹人讨厌。我来带狗走。李圆润，咱们回去，带你去见你亲爹。不要被外人收买，你亲爹虽然讨厌，但他才是最爱你的。李思墨跟他前任因为什么分手的？李思谋没前任，他以前只喜欢李公认亲爹。他出国后，李思墨这几年一个追求者也没同居。还挺长情。可不是，最好他一直长情下去，反正你们早晚要离的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徐清且对你真的半点感情都没有，冷血得很。让他跟江一瑜两个人纠缠去吧，富二代咱不稀罕。哼，又不能真给你几个亿。
却不知道那个人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徐闯打算娶我了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他是什么人都没关系，我都会好好爱他的。我的老公只会是徐闯，这辈子下辈子都是。张院长，庆姐，大早上打扰你了。是江医生的事，他家里有点事儿，不好几天不回，海城学术会议去不了，让我问问你，能不能替他去一趟？可以。李经理，你脸色很差，真不用去医院。没事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去医院，别硬撑了。好点了吗？谢谢你，吴主管。我们先去医院食堂吃个早饭吧。好。我自己来就好。这个粥虽然没味道，但至少看起来很健康。小狗成了只诱惑人的狐狸精，诱惑着别的男人。它确实很会让男人围着自己转。徐医生，你跟王院士是认识啊？李经理在看什么？李经理，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，不要怕麻烦我，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，吴主管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手，吴主管，我去超市买个水。另一个人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。再优秀的男人不喜欢你时，也只会冷漠无情。生病了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我来3天，明天回去。明明在同一座城市，我凌晨进急诊，却完全指望不上自己的丈夫。去干什么？买冰水。你该找面镜子看看自己的脸色，白得像鬼，气血已经虚得不像话了，还喝什么冰的？医生没说不能喝。我就是医生，我说了算。检查报告给我。也就昨晚难受，现在已经好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不用麻烦你还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随时都有愿意为你效劳的男人，确实不需要麻烦我。我的老公只会是徐闯，这辈子下辈子都是。无论如何，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妻子深爱徐闯，哪怕我不爱他。那是我同事，昨晚好心送我来医院，你不要胡乱给别人扣帽子。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还受不了别人点破你那点小心思。你无非是在默默享受这张脸给你带来的红利。我不需要你教我为人处事，我也觉得你对别人充满偏见的态度需要改。许清姐，你为人很傲慢。你太傲慢了，我不要喜欢你。哪不舒服？不用你管，还给我。急性肠胃炎，上班忙归忙，饭得按时吃。
一会儿还得挂吊瓶，我抱你过去。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抱我，这么多同行看着，不怕解释不清了？不用，我让吴主管扶我过去。徐清浅，你放我下来！别动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昨晚麻烦你了，不麻烦，都是同事。谢谢你，吴主管，我改天请你吃饭。刚才有明显眩晕，先测血压，低速不要太快。差不多2个小时，我的研讨会也正好结束。挂完水要是无聊，就去门口咖啡馆等我。难受就给我打电话。谁买单？我不记得我让你付过钱。上次那些进口水果是狗让我摆钱的。想起来了，你还付了那个的钱。他每句话都有目的，突然说这些，不知道又想试探什么。谢欣说你没正式谈过恋爱，所以你是有过很多男伴，还是跟我是你的第一次。你觉得我是哪种？即便你从谢欣嘴里知道我没恋爱过，你还是觉得我爱撩拨男人。你觉得我跟很多男人有过，不觉得我这样的人会是第一次，对吗？李思墨是第一次，那么她就不是我印象里随便的女人。你那时的表现不像第一次。你早饭还没有吃，去吃饭吧。除了作为丈夫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认真负责。你说起我来一套一套的，自己连早饭也不吃。丢下你在这儿，你心里恐怕又得给我贴上无情坏男人的标签。我才没有。刚刚这段对话过于像打情骂俏。我得走了。你上次出差回荣城也去了医院，可见你身体素质差。上班不用这么拼。我不赚钱，妈妈的医药费，家里的开销又从哪里来？他刚有眩晕，滴率慢一点，有不舒服联系我。原来徐医生不是单身，昨天还有女同事打探他的消息呢。我这尴尬的身份，也不好意思以他的伴侣自居。你跟徐医生怎么在一起的？相亲。果然那种高端相亲局吗？不是。你好好休息。李经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支付宝到账2万元。我和徐清且的微信没加回来，只能通过支付宝交流。买单前，给你的零花钱。2万对他只是零花钱，对我却不是小数目。收了他的钱，就又要受他摆布。他不会无缘无故主动。想起来了，你还付了那个的钱。你是不是想睡觉了？你是不是想睡觉了？他既然主动问了，我没必要装作听不懂。这是下家里地址。徐医生，你替江医生来培训，是因为老婆在这边出差吧？怎么还没消息？还有20分钟结束，挂完水了。徐医生，这是在等你老婆消息呢。他没接受这笔钱，意味着他拒绝了我的求欢。讲道理，夫妻之间最忌讳拒绝那方面的示好。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上不了床和好就难了。我们又不是吵架的问题，不是靠亲近一次就能抹掉他的偏见。其实他给你转钱，应该就是纯给你花的，他肯定不指望你负责家里开销。
每个月2万还是挺让人心动的，是不是？比我工资都高了，这可是钱，谁能不心动？但要了这钱，我更得低他一头。身体还难不难受？身体还难不难受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？怎么不回消息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不想回。李小姐，您别误会，您先生是担心您，怕您生病出事，急匆匆找来的。能湿成这样，他大概在雨里找了很久。李小姐，海城恒记酒店一共有4家，您先生联系不到您，是一家一家找过来的。麻烦把我车上的衣物送上来，车停在 D 区。好的，徐先生。我睡着了，不是故意不回你。10几个电话也没能吵醒你。我静音了，今天不舒服，不太想接工作的电话。旁边住着我同事，酒店隔音不好。那个吴主管，你要是没结婚，他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长相不错，主管这个职位也还算可以。可不是，热心、真诚，工作稳定，单论结婚，确实是很合适的人。看来我说准了，你觉得他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住恒记酒店？早上从你包里拿检查报告时，看见了房卡，顺手记下了酒店名字。是我同事。这份表书你先过一遍。吴主管，我们准备出门吃饭，要不要一起？我还有事要忙，不打扰你们。他不像爱李经理，却又不许别的男人接近。你明天几点走？晚上的飞机。走吧。我错认了你的眼神，我抱住你的身份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。我能否邀请李小姐一起共进晚餐？我不想去。上一次，我虽然怀疑你的意图，但拒绝你是因为下班晚，而且之前已经有约。如果我当时正好有空，我会让你过来等我。一起吃饭的女人是病人的女儿。江一瑜不也是病人的女儿吗？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你连微信都删了，这件事大概没那么容易过去。上一次你回家，我原本想跟你聊聊，我接个电话的功夫，你溜得比兔子还快。你给我甩脸色了，我不想自讨没趣。当然，我也有问题。我小时候有几年寄人篱下，所以我对别人情绪的变化可能比普通人更敏感。李思美，还难不难受？我到海城了，地址给我。李思瑶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不准再激动。谢谢你，我已经从医院回来了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正好来出差，吴主管说你病了，都是朋友，过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。你也来出差啊？对了，现在饿不饿？
我带你去吃一家很好吃的鱼片粥铺。你奔波也累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。他整个人的状态比平时要有女人味儿，像小狗欢快的在轻轻摇尾巴。对面男人应该跟他有些渊源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也没有必要心虚。不用担心我，我丈夫跟我一起。那就好。李思梅，有需要尽管找我。谢谢。朋友，他很少对我身边的人感兴趣。不想跟我谈他？你不也从来不跟我聊你的朋友？我不聊，是因为你对他们没兴趣。你不谈他，是想把他藏起来。我的确想把徐闯藏起来，隐藏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。看来我没猜错。你难不成有点吃醋了？没有。吃饭去吧，以后你再邀请我共进晚餐，刀山火海我也不推辞。这诚意如何？我可没说要这样。是我自愿，非要承诺。他要是真心想哄谁，大概很少有人能拒绝。那走吧，拒绝也没有意义，但那天的难堪我不会忘。这显然不是徐清儿买来自己开的，可能是曾经买给江一游的。他以前也在海城工作过。想吃什么？随便。大雨倾盆，不知道徐闯这会儿有没有到酒店。鱼片粥。徐闯方才提的也是这个。可以。徐先生，好久没来了。我太太。她以前应该来过很多次，也许是和江一瑜一起。徐太太长得真好看，还凑合。我觉得你也一般。徐先生是替你谦虚，愿意跟你结婚，肯定觉得你是大美女。你看我的眼神冷了，你觉得我的温柔不过是惯用了手段。后来我们结了婚，接着他你今天对我的态度比平时殷勤。那你觉得我有什么目的？大概非奸即盗。奸跟盗，我是哪个？好好的成语，你非要说的这么低俗。书都读到哪儿去了？就算哈佛牛津的学霸，也不是没有七情六欲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又不是哈佛牛津的。虽然不是哈佛牛津，勉强也算得上学霸。吃完了，我们早点回去，继续研究你的非奸即盗。你们男人就这么忍不住吗？你算算，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如果我说以后你的私人生活我都不过问呢？徐家需要我配合的场合，我也会按要求出现。现在信息传播太快，婚姻期间出现其他关系，对徐家是风险。精英男人的自律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深情，而是利益不允许失控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婚姻期间，我们可以维持正常夫妻关系，但前提是双方都愿意。我一周回去2次，可以根据你的排班提前商量。剩下的时间我住自己的地方。暂时先这样。你别一直看我。你这副模样只会让人更加的有兴趣。
不喜欢我这么说，少说一点。别害羞，这又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会害羞是不习惯，说明我们交流少了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玩得那么认真。别啊！你说不要，那就是要。你最爱口是心非，叫老公我就放开。我的老公只会是徐宠。梦里他怎么都不肯叫我老公，还一口一个徐宠，确实让人不痛快。今天你哥带他太太过来了，我现在对他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以后不用特意告诉我。不知道我的小狗现在怎么样了？只拍到了徐太太的背影，本人很漂亮。是李思妹，那个不爱她、对她冷漠的丈夫，居然是徐清且。不过，是徐清扯，或许反而是件好事。他心里有别人，以后不会真正纠缠李思墨。这应该是女生喜欢的风格，是江一薇喜欢吧？怎么会买这么小的房子？不像你的风格。当时我自己赚的所有钱，只够买这一套。徐清且是想为了江一宇跟家里脱离关系，所以不花家里一分吧。真难想象他这样理性的人能做到这一步，但是为什么我会有点不舒服呢？很厉害了，当时靠自己也能买得起房子。明天还有工作，我想回去了。我得回去了。明早我让司机送你，今晚别走，再陪陪我。我自己回去没事的，我不想待在这套房子里，会有一种我是小三的错觉。这么晚又下着雨，我不放心。说的好像你真的很担心我一样。毕竟目前是你老公，协议的，又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成真。只是调情而已。李思睿，当真就太傻了。一直打，可能真的有急事。是我，余霜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这是周涵的手机。怎么了？徐闯刚刚出了车祸。想到你就在海城，能不能过去看看他？他自己肯定不好意思麻烦你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在医院处理过了，现在回了他住处。他说不严重，可他一向什么事都往轻里说。身边有个人倒还好，他一个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我马上过去。我得走了。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揉下我？我真的得走，有急事。工作上的事？不是，是私事。私事？私事。以前的一次分享伤过徐闯，现在我不想跟任何人分享它，包括徐清若。只要说是私事，他就不会继续过问。他在我的私事上一向很有边界感。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了李元润的亲爹。打电话的是女人。从开始就错了姓名，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你。
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。我还想，我是你老公，不该由你安抚吗？给我10分钟，不耽误你去看朋友。也许现在向他索取些什么，他都会答应。可现在，没有比徐闯更重要的事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得走了。抱住你的身影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我送你。的真心。会影响你休息。没事，太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他虽然自我自傲，但是个好人，也难怪女人容易喜欢上他。他对我的淡薄，只是因为不喜欢吧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真觉得麻烦我，就给我10分钟。他现在实际上没有欲念，他只是在不爽我居然敢拒绝他。去看你朋友吧。你去穿件衣服吧。不好看吗？你伤到哪儿了？要不要紧？严不严重？疼不疼？会问我疼不疼的人，始终只有他。好想让徐清澈亲耳听到他有多担心我。那是他徐清姐永远都得不到的。只要发一条消息，他就会知道李思梅现在在我这里。徐闯，让我哥知道，确实能满足我的占有欲，可这样做会让李思梅为难。别站在门口了，进来坐吧。喝点什么？我让服务管家送来。徐闯，你腿都受伤了，坐着别动。我不渴，你好好休息。被你看出来了啊！本来想让自己尽量看起来正常一点，不想让你担心，结果到头来每次都还是害你担心。先坐下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才会问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眉清脸红。他在难过，推开他，他会更难过吧？何况我也不算真的有妇之夫，徐清姐对我的私情向来不在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当年不告而别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对不起，我本来想跟你好好告别的，但是他不允许，他怕节外生枝，立刻送我去了机场。说的是徐闯那个看不起他、冷漠无情的大哥吧？不用觉得愧疚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。你现在告诉我了，就足够我释怀了。谢谢你安慰我。幸好不严重。对了，你这么晚过来看我，你老公不会生气吧？如果不是当时在办事阶段，徐庆儿大概是完全不在乎的。他不怎么在意我的私生活。他是你老公，怎么会不在意你的私生活？我们算是协议结婚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不过现在太晚了，你在我这儿待太久对你不好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大晚上扰人清梦，你很闲。
你接的这么快，显然是没睡着吧？是心情不好难以入眠。不过我心情挺好的。没事，别来打扰我。说好的8000万我会补齐，昨天给你转了一笔，卖掉了那套老房子。虽然房子是我继母的遗物，我的宝贝无论如何也都会要我，但总不能背着债跟他在一起。真恩爱，以后我会更喜欢他。李思梅一个电话也没有，好得很。许清且今天要走，应该得去送一送她，毕竟昨晚她也送我去见了许闯。老公，你几点走呀？我送送你。两个人各自相信。许医生他们培训提早结束了，他已经提前走了。你是他老婆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次我来，下次。每天100-200，这10几天下来也不少了。你现在正是需要攒钱的年纪，不要乱花钱。什么叫需要攒钱的年纪？你总得攒钱娶媳妇儿，钱留给未来太太花比较好，以后养孩子也费钱。我现在就是在给未来太太花钱，不用担心我的收入还可以。那也不能总让你付，以后有你报答我的时候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他每天都抢着付钱，还说以后有我报答他的时候。我怎么觉得他不怀好意？不会是让你以身相许这么报答吧？许闯不是那种人，他可最是那种人了。你只要跟他说你喜欢他，你信不信当小三儿他也当得津津有味。没有什么比背后区当事人，却被当事人当场听见更尴尬的事情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老公要是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位，光是想想就觉得刺激。完了，他全听见了。倘若我不在乎名分，只想留在你身边，你愿意接纳我吗？如果他对你不好，我永远在这儿。许闯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不好吗？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有个可靠的避风港，这个避风港还能自己偷偷藏好尾巴。不要设想这么委屈的事，你值得被堂堂正正的爱着。他不会这样轻贱任何人，他如果选择我，一定会扫清所有障碍，光明正大的奔向我。对不起，本来只是想活跃气氛，顺着谢欣的话开个玩笑。谢欣想象力比较丰富，他说了那些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何况都是朋友。到荣城了，你今天加班吗？异性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帮忙，但消息还是不要回复的太频繁。你妈复查在9号上午。指标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，但比上一回已经好了很多。下次复查肯定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还要紧吗？你放心，一切有我在。许清可只是不爱我，但很靠谱，我一定会永远记住这一份恩情。妈，老公，你来了正好。清浅，你去忙你的，接下来思梅陪我就好。我晚点下班再来看你。这一次多亏了清浅，本来我想让你爸陪我去就行了，他一定要义气。
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。爸呢？青姐在旁边给他开了酒店，让你爸先去休息了。你去给青柔送点吃的吧，饿着可不行。好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。老公，我给你买了饭团，先吃几口再休息吧，一直饿着对胃不好。这会儿比起吃东西，他可能更需要睡眠。两个人各自化验结果出来后发给我，有变化随时联系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，1分钟就能吃完。还有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刚刚吃过面包，不吃了。晚上我父母会来看阿姨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。上次那个事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也没有。我妈的事，很谢谢你帮我，我非常非常感激。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我并没有生你的气。至于感谢我，你在老爷子和我父母面前好好表现就行。我得上班了，去陪阿姨吧。我会的，我会把叔叔阿姨当成自己的长辈看待。妈，我这次出差回来给您带了礼物。是吗？我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，可我要是不说话，爸妈只会更加尴尬。上次无意间听青姐说您喜欢收集各地的冰箱贴，这次出差就给您带了几个。青姐还会跟你聊我的事，她很关心您和爸的。有时家里阿姨做了菜，她也会说哪些是您喜欢吃的，哪些是您不喜欢的，她也记得。看来儿子没有一直因为江一元记恨我，心里还是有我这个母亲的。亲家难得来一趟，多住几天，已经给你们添不少麻烦了。妈，这个你可以吃一点。妈，这道菜您要不要尝一点？不用。一共6280，是有点心疼，不过也在预料之中。从开始就错了姓名，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你来啦。两个人各自刚下班，走吧，去包间。你最近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，都瘦了？没有。你最近挺长时间没回家里了。忙。思苗有时间会多回去。他自然的亲密是帮我应付长辈，否则爸妈会担心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。爸妈，你们今晚住这间。麻烦你了，早点休息。从开始就错了姓名，要是分房睡，爸妈一定会担心我们感情不好。老公，我今晚能不能跟你睡啊？随你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是不是吵架了？我看你们今天也没怎么说话。没有吵架，他今天比较累，我在房间里玩，会打扰到他休息。日子是我跟青姐过的，您别担心。也是。不过四娘要是碰上什么问题，一定要跟家里说。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先回房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也没有说明，两个人各自相信，
自己都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眉清脸红。老公，你怎么还没有睡啊？可那一夜我认错了人，而你认错了我的。老公，谢谢你还肯让我上你的床。不要瞎暗示。我不是在暗示你。白天说的补偿，不就是在暗示？他入睡这么快，刚才应该已经困得不行了。他刚才一直没睡，难道是在等我？懂什么？老公，我不是因为你替我照顾我妈，才想着补偿你的。其实那天下车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补偿你了，只是你马上就开车走了，我才没来得及说。睡觉。两个人各自相信，自己都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。他身上好香呀。以为我的眉清脸红，都只需某一周的心动。天哪，我居然主动占许清斐便宜，希望他真的睡着了，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对不起。别动，也别说话，再吵就去刺我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。我对他是怎么想我的，好像有些过于上心了。我明明只需要我们能和谐共处就够了，但昨天有点像有情侣哄自己男人和好，还想着要不要上楼叫你，怕早饭冷了。你们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徐姐居然把狗窝搭好了。你们养狗了？我还担心你失去李元库以后，跟记者那个男人一样，一直走不出来。复查都做完了。我们待在这里太花钱，你们的钱自己留着花，以后带亲戚来家里玩，爸妈肯定好好招待他。你跟亲戚好好的，别总想着省钱亏待自己。知道了，到家给我打电话。昨天的饭钱是爸妈想请的，应该还给他。昨天的晚饭钱，我爸妈想请客，所以这个钱不能让你来出。你活得挺辛苦的吧？一点小事也记这么清楚。我不太喜欢占别人便宜。老天爷是眷顾我的，每一回我心里有点不对劲时，老天爷就会让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合着的天堑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昨天你还真够疯的，你工作以后可很少见你玩这么大了。不过我早知道你才是我们几个里面最会玩的。小时候每次干坏事都是你撺掇，最后又总能把自己摘出来。话说回来，你怎么没带你老婆？真跟他们说的一样，是觉得她上不了台面？再考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该维持什么样的平衡。再者，我跟他的关系也没有亲近到可以踏足彼此社交圈的地步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没有那么亲近，那些偶尔的亲昵，或许只有我当了真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吧，昨天江一宇也在。你打鼓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可一直没离开过你。
他还是舍不得你，所以一直看着你。蒋静，说话注意分寸，他现在不是单身。徐清可在替江一瑜说话，大概是不想他成为别人口中的谈资。反正你老婆也不敢管你，你10天半个月不回家，她也没胆子说什么。这么看，娶这么个老婆也挺自由。傻站在这干什么？我大概是疯了，在清且哥家里做客，然后觉得他老婆是我理想型，但是实在是好看啊。怎么过来了？你好，我叫蒋静。他从来不是这样会顾及普通女人的性格，除非对方是他想把的妹。你好，我叫李思妹。不是还要去公司？你该回去了。是该走了。正好我也要出门，我送你。他跟你是很好的朋友吗？你对他很感兴趣？没有。你昨天晚上原来下班挺早，我以为你又是在医院加班。我没回家，就一定得是加班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李思墨，你可以为了朋友丢下我，就不该认为我跟朋友相聚有告知你的义务。我不会干预你的私生活的，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。我只是有点着急摸清你的态度，对不起。摸清我什么态度？我怕你还在因为我丢下你生气，想知道你有没有消气。你做都做了，再来纠结我生不生气，是没必要的事。我还是想跟你和谐相处的。和谐相处这4个字，说明他把惹我不痛快当做得罪领导来补救，而不是在哄自己男人。不过我并不在意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不用再放在心上。我不会因此在你母亲的事上为难你。我知道的，我没有觉得你是那种人，你是很靠谱的人。今天我还有约，晚上不会回去，你忙完可以先回去。你要出门了吗？我在等爷爷。爷爷不在，在大伯家。很帅，但很有距离感，所以女人即便对他有意思，也不敢付诸行动。单恋这样的男人是很痛苦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上来。我叫车了。我送你省事。不用了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老公，以后你能不能对我冷漠和有分寸感一点？你是超级大帅哥，顶着这张脸说一些越界的话，是会给我造成困扰的。会给你造成困扰？我看未必。真造成困扰了，哪会半夜去找别人？是谁说不再提这件事的？这会儿怎么又提了？跟在吃闷气一样。我对你做过哪些你觉得是没有分寸的事？有些时候过于暧昧，还有对我妈上心，也会担心我一个人打车不安全。我知道是你人品好，但是我容易多想。你长得好看，孝顺父母，又独立坚强，也很懂得感恩与回报。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，不要妄自菲薄，要放平心态，坦然接受别人的善意。你之前还觉得我这人不行呢。抱歉，那个时候不够了解你，对你的印象有些偏见。
这阵子相处下来，你本性很好。你也是。你赶紧出发吧，不要让你朋友等太久。原来被人理解是这种感受。李思瑶，你要记得徐清澈所说的，你值得。前一阵溜他撞上徐清且，一个劲儿的往他怀里冲。他和徐清且也没相处几天吧，就亲成那样。怎么会碰上他？你们住的也不近，也许他的白月光和小情人住在附近呢，背着你偷偷私会，之后就回你自己那儿住了吗？不过不用担心我们没有闹掰，还是友好相处的，只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感情。他人挺好的。徐闯要是知道你不跟徐清且过了，估计高兴的要死。谢欣，你不要再开徐闯的玩笑了，会给人家添麻烦的。不需要让他知道我送的。怎么不把他抢回来呢？在抢啊，一直在抢。不过我不想他对那位有任何感情，愧疚感也不行，所以这事得做得漂亮一点。对了，送你一条新裙子。我挑衣服的眼光不错，2万块花得很值。今天很漂亮。谢谢。今天下班我送你，正好看看李圆润。好啊。要不晚上在我家吃晚饭，我做饭。行。怎么发给徐清且了？既然要去你家看李圆圆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刚刚那条是我没看清回错人了，是回复我朋友的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无。在买菜。是的，你看见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？看见了，今天我休息。他跟我说休息，那就是要见面的意思。我跟我朋友吃完饭就立刻去你那边，行不行？就不能一起吃？正好你没开车，我去接你。我朋友跟你不熟，你在他会觉得拘谨，这是我的私生活。看来你真的很不愿意让我来。大概9点，我一定让你见到我，怎么样？大概。一定，9点前我一定到。要是没到，我给你穿小礼服。那希望你今天能被耽误些时间。我要走了，先挂了，晚上见。不要乱花钱呀。李思苗，好歹我也是100万年薪的人啊，不用把我想的那么窘迫。这些吃的花不了多少钱。再者，去你家做客，总不能空手去吧？总感觉他的背影有些眼熟，他的身材跟徐清且有点像。说起来，两个人也都姓徐。徐闯，你认识一个叫徐清且的人吗？不认识。徐清且是谁？你朋友吗？没事，不会这么巧的。我去做饭，你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吧，也可以参观一下。我给你打下手吧。在这一瞬，我很想跟他结婚，一起养李圆润，下班一起回家。不舒服吗？有点头疼。去医院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其实有些害怕一个人去医院，我的外婆和养母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。你
你养母去年去世了，我以为我出国有钱了，就可以治好她。她去世那天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我这样的人，不配拥有幸福？你当然值得幸福。去客厅等我吧，马上准备吃饭了。要是还疼，我抽时间陪你去医院。好。你没猜错，江一瑜对徐清且旧情未了。不过徐清且老婆也挺有女人味的，像热情可爱的小狗狗。哼，人家老婆可爱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从来对女人没什么想法的徐闯，怎么突然跟吃了炮仗一样？又不是你老婆，你急什么？搞得你暗恋你哥老婆一样。又不是你老婆，你急什么？搞得你暗恋你哥老婆一样。是啊，我喜欢他喜欢的死去活来。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幽默的，还会开玩笑。徐闯，好些了吗？头已经不疼了。那吃饭吧，饭做好了。你先自己吃饭吧，不要惯着他，让他养成吃人食的习惯了。你妈不让吃了，小狗要听妈妈的话。东西买好了，别忘了时间，8点半了。知道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也看到李元王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今天谢谢你的招待，像跟家人吃饭一样。徐闯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往来的亲人了，他现在几乎等于是孤身一人，应该很孤独吧？都是朋友，以后有空可以来蹭饭。我到你楼下了，你朋友要是没走，正好见见。我先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有点晚了，来接你比较放心。背着我进屋藏娇了。我哪来的小情人可以藏？你那朋友恐怕对你有点意思，大晚上才走，影响我们，不然这会儿都该办完事儿了。人家没那个意思，你吃过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给你煮一碗饺子。煮吧，吃完有力气。找到车位我就上来。你最好有事。江一瑜被家暴了，他不想让你知道，又以为我们没什么联系，找到了我帮忙。徐清且要是十分珍惜李思美，不在乎一切偏爱李思美，我也不是不能退出的。毕竟当初离开是我辜负了他。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，晚一点大概会找你。好。心情不好。没事。李思薇，心情不好一定要说出来。你从很早开始就事事喜欢自己消化，这是个坏毛病。从很早开始，得有很多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才能注意到这一点吧？难不成，徐闯，你以前喜欢过我吗？太尴尬了，还好消息可以撤回。你不回来的话，我先睡了。睡吧，我会尽快回。当年我是喜欢你的，不然那时候怎么会亲你？别看我，我现在不好看。
徐闯告诉你的吗？你赶紧回去吧，你来找我，李思雨会难受的。虽然我很舍不得，很想留住她，但她还是走比较好。他对我的感情没到会吃醋的地步。徐清且，你还是不爱他，对吗？这边医疗水平不如海城，我带你回去治疗。不用管我的，不回答那就是不爱吧。我妈替你介绍的人，我不会不管你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，抱住你的时候，正好跑步到你家附近，一起吃个早饭。好啊。你曾经喜欢我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说明我的热烈有人替我接住了。你那么真诚，当年不喜欢你才是件难事。虽然错过了，不过年轻时候的感情真美好。曾经是错过了，但未来还不一定。李小姐男朋友吧，长得真帅，郎才女貌。谢谢姐姐。你接近江一瑜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刚好碰到江一瑜，对他并没有企图。我真正有企图的是眼前这个人。我现在在吃早饭，真好吃啊！你猜猜我跟谁一起吃的？徐清浅，你不回家，有的是人想登堂入室。江一瑜的事情之后不需要你再干涉。发生什么了？刚刚接了个电话，让我确定了我想要的东西，大概不久就能回到我身边了。恭喜。抱歉，昨晚说好尽快回来，却没有回。没关系，你有急事我能理解。你的急事解决好了吗？一个朋友被家暴了，目前没人管他。他的对象是徐家介绍认识的。我知道了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发消息吧，我看见就会回你。自己都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得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眉清脸红都只需某一周的心动。可那裙子是青姐给你买的，是我朋友送的。什么朋友能随随便便送2万块的裙子？恐怕是男人讨好女人的手段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在开会，挂了。李思梅今天来家里了，我发现你这个老婆真是不简单，跟你都领证了，还有其他男人给她几万几万的花钱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我总觉得是送她这裙子的男人自己爱看，跟你早晚要离婚，可不得骑驴找马。他不是那种人。那天我就预讲到，徐清且说的大概是江一瑜，没想到还真是。亲切只是看我伤得严重，加上对我愧疚才帮我的，你别误会。中午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亲且出差了，才让阿姨来照看我的，没想到今天来的是你。我跟徐清可之间是协议结婚，不用不好意思的。你们是要等爷爷手里的股份到青若手里吗？
我不知道，要等他跟我提。好好养伤，徐清且很靠谱，肯定会处理好这事的，不要担心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们公司谁家的富二代啊？刚刚我看见法拉利上的男人了，非常帅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怕被什么人看见。回家了。李思瑶，刚刚出差回来，来接你回家。两个人各自相信。这是你老公啊？嗯。你们好。你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有什么人在，我不能来？不要说这种话，跟吃醋一样。这种跑车好开吗？来开开看。不了，刮了蹭了我赔不起。钱都是共同财产，让你赔左手到右手，有什么意思？不仅不用赔，还给你5万。真的假的？你有什么要求？出卖色相的事我不干。买你身上这条裙子如何？你身上这条裙子仅有1件，我一个设计师朋友很想研究这条裙子的版型细节，就当帮他一个小忙。那一言为定，我把裙子洗完后给你。万一有急事找我呢？你想再被打扰一次？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。老公，从开始就错了心理，你没有问，关小妹，我也没有说你。我得出去一趟。你那个被家暴的朋友是谁啊？我可以问问吗？是谁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阿姨让我去照顾江一瑜这事，她果然已经知道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去的，是你妈让我去照顾她。其实不太合适，她见到我心里肯定不舒服，道德感也会让她愧疚。那你呢？你见到她心里舒服吗？就跟面对普通的老同学差不多吧。看她伤成那样，会有点心疼。你要好好照顾好人家。干嘛咬我？留个印记，以防你这个有妇之夫出去假装单身，哄骗少男。我前面说错话了吗？他打算出国读博。那天我跟他聊过，我还以为他想跟你重归于好。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不见得非得在一起。以自己为主体是明智之举，这样的女人会更有魅力。是了，即便还有旧情，但人生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，没有谁离开谁活不了。你老公又帅又有钱，哪里找的呀？是大学同学。大学同学啊，这种学生时期喜欢上的，最真挚热烈，感情确实深。跟徐星且感情深的那位，并不是我。
我跟他大学勉强算得上交集的，只有我兼职时给身为顾客的他结账。大学时我在学校超市兼职，徐清且经常来超市买东西，我把东西装袋递给他。谢谢。偶然的一天，他的室友跟他一起排队。我说你怎么每次都排这队呢？谢谢。走了。他甚至懒得解释，对他而言，我大概只是个永远也不会有交集的路人甲。不过我也没有跟他产生交集的想法，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当我男朋友嘛，算我求你。徐大帅哥，徐大善人，你就答应我吧。我有个比赛，你先说服你社长跟我组队，如果你能成功，我考虑考虑。徐清且当时说的考虑考虑，明显是在放水。后来社长自己跟他组队了，也不知道在那之后，他为什么跟江一瑜还是没成。5万元腿款到账。这条裙子价格不菲，是我认识的大品牌，害你破费了。那条粉色裙子给我了，5万块钱怎么不收？5万块不是一笔小钱，所以这是在给我省钱。说的好像我是在心疼他一样。谢谢徐大帅哥帮我搬家。新裙子很好看，不过还是你上次穿的那条粉色裙子更好看。那条裙子，我丈夫的一位设计师朋友想拿去找找灵感，就送给他朋友了。这样，徐清且居然好意思对李思梅有占有欲，既然不喜欢，就不该生出霸占的意思。让我导师给江一瑜写推荐信，不是白写的。以后我跟我爱人的婚礼，也有劳烦你帮忙的时候。不过到时候见到他，你不准多看他一眼。我对你喜欢的人没半点兴趣。你对你那契约老婆有一点喜欢吗？与你无关。我喜欢的人，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坚韧善良。明明自己也没有很多钱，却愿意把最好的给我。你说我怎么忘得掉她？所以李思梅要是不幸福，必须抢回来，是嫂子也无所谓。话说江一瑜又没有坚定的选择你，而是选择出国读博，你心里其实很不爽吧？还是那句话，与你无关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，两个人各自相信。里面的新沐浴露你买的？想要了。女生对睡觉的需求，可能都没有对接吻的需求大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要接吻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这会儿李思乔真像一只摇着尾巴的可爱小狗。早点睡。下个星期你不用过来，我大概不回。当然，你要是想回来住，那也是你的自由。不用了，住我那边去上班更加方便一点。你要出差？最近只有正常值班安排，
是空闲时间要忙江一鱼的事。上一次很谢谢你照顾我，我想请你吃个饭的。你跟你未婚夫的事解决好了吗？青姐替我处理好了的。我有些东西在我前任手里，青爷应该付出了不小代价。你不用愧疚，没有人能逼他付出。他帮你，是因为他愿意帮你。其实你也只是嘴上这么说，事实上他的恩情你都记得，对吗？是呢，李思梅，其实你对徐清且也有一点好感吧？或许是有一点，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。但我并不想让对方知道。没有，我不喜欢徐清且，我只是感激他，你误会了。这样，你出国的事宜都安排好了吗？清且都替我安排好了，等做完整形手术，休息一阵后，我就要走了。你也很好，很勤奋，很温柔。大学的时候，其实很想帮你点什么，但是又不太熟，怕有时候让你觉得我在施舍你。不过你自己就把你自己照顾得很好了，你也很勇敢，敢那么勇敢去追爱。其实我只是看起来勇敢，所以没能和他在一起。自卑总会让人变得懦弱，所以我想让自己变得优秀、强大一些。还好徐清且跟我说过了，这个星期不用回去，见不着面也不至于太尴尬。果然人靠衣服马靠鞍。妈，你眼光真好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。徐太太，这是你儿媳吧？长得可真好，气质也出众。凑合吧，正好我去挑衣服，就也顺道给她买了些。那可完全不是顺道，我起码换了10条裙子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得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每次脸红都只是某一周的心动。真是见鬼！徐清且老婆怎么比上次见到时还亮啊？蒋坚啊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，那可是兄弟老婆啊！你都看呆了，还没什么呢？再看那边那个绿裙子美女吧。你就喜欢这种长得很甜又很有气质的美女，喜欢到心里去了吧？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别瞎说，继续玩牌吧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做了姓名。一梦儿，短短5分钟，他已经从跑车聊到了别墅，是在炫富吧？原本还挺高兴有人来跟我聊天的，谁知又是装叉吊凯子男。话说你刚刚跟徐太太一起，你是徐家亲戚？你不打牌啦？一直输，过来透透气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玩得很开心。有点酸溜溜。
怪我只顾着玩牌，没早点来找你。我才没有呢。你没有。我发现你很讨人厌。哦，我又讨厌了。我人真坏。你要去哪儿呀？去抽根烟，一起。也难怪有人会那么狂热的喜欢狗狗型的女生。不过贝苏里斯梅绝对不会像徐闯心上人那么热烈。这么快？只是提丁神昨天值班到2点，后半夜也才眯了会儿。裙子新买的，阿姨挑的，她说得撑场面，怎么样？很好看。有人这么给我选择，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其实我很高兴。确实好看。是因为听到那天江鱼的话了，所以要保持距离吗？李思梅，其实你对徐清且也有一点好感吧？之前江一鱼约我吃饭了，他那个时候会错意了，觉得我对你有点好感。我跟他解释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喜欢的不是你这个类型，他应该不会再这么觉得了，对吧？也请你不要这么觉得了，不要觉得我在卑微的对你有好感。毕竟是你本人的答案，他自然会相信你说的。你不喜欢我，我们走得近，我又很感激你对我的帮助，所以他误会了。也许是。我比较喜欢阳光一点的男人，不用像你这么帅，这么条件好，比较粘人点的那种。我性格比较敏感，对方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，我就会多想。阳光粘人的跟我也会比较合适，你说对吗？朋友喊我过去了，走吧。我太太，我叫李思美。蒋静说你漂亮，性格又好，今天一看果然是。静若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输多了不高兴啊？也不看看你从我这儿赢了多少。你这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输不起了？一直都输不起。难不成是因为他干了什么，徐清姐才不高兴的？无聊的话，可以去找我妈。阿姨对我要求特别高，又得跟着认人，又得一直保持笑容，还不如待在许清若身边。我想在这儿跟你一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是不是可以出这个？还没你老婆有2下子，干脆让你老婆玩得了。我老公他很聪明的，玩牌肯定厉害。前面不是因为他的技术问题，是牌真的差。我玩的这把正好牌比较好。好了，偏要嘴巴多，这下舒服了吧？徐清姐命真好啊。
这点小事都能被维护，这会儿心里恐怕已经悬死了。不用维护他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只是说句玩笑话。你玩吧。你老婆挺旺你啊。江一瑜也来给我妈送礼了。男人似乎总喜欢脑补女人为了男人互相敌视的戏码。你妈帮过他，他记在心里。又要出国了，肯定要来给你妈过这次的生日。他大概早知道江一瑜要来，刚才问我要不要去找阿姨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还是真的只是觉得我会无聊？我先去妈那边，你们继续玩。许阿姨跟我妈都在客厅里，你直接过去就是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，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我要搬家了，你有空来帮帮我吗？就在你同个小区。你什么时候搬家呀？现在就在搬。现在我在长辈的生日宴上，可能没法去帮你了。晚一些我过去帮你整理，可以吗？没关系，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儿。明天还是休息吧。休息，有空。之前说好要陪你去医院看头疼的，我们明天可以去。好，我灰暗的人生里还好有李思睿的存在。李思令，听余霜说你后来也喜欢我挺久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，害你一个人待了那么多年。是呢，不过当初继续喜欢你是我的选择，不是你逼我选的，不用自责。可惜我已经选择了往前看。至于徐清浅，我会尽可能让自己不在这段婚姻里迷失，等之后离婚，我会带着李媛媛去过我想要的生活。傻在这里干什么？妈，我刚接了个电话。穿高跟鞋站着累，一会儿就坐在我身边不要动。该见的都带你见过了，等下碰面的人我都不太喜欢，得体的敷衍一下就行了。谢谢妈。哼，我没有关心你的意思。除了您，穿礼服是公主才能有的待遇。谢谢你让我体验了一回当公主的感觉。还是小江会玩牌，真尽兴。你没来都差点意思。真旺清浅啊，他前面输的可不少，你来这一个多钟时都给他赢回来了。别开这种玩笑，对江一瑜和我太太都不尊重。我们又没在一起过，别乱打趣。我这都要走了，还不如我重新遇上一个好男人。却不知道那个吻开始就错了姓名，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其实他们没能在一起也挺可惜的，但感情总是这样，永远充满遗憾。我该回去了，回到让我有安全感的世界里，也顺便替徐创搬家。妈，待会儿没事的话，我想先回去。宴席结束，晚上他们年轻人的局你不参加也没事，实在想回去就先回。晚点。你在哪儿？南艺小趣梅这边。我正好在附近跟朋友吃饭，来接你吧。那你等会儿到了跟我说一声。我到时候在停车场等你。相比于眼下上流社会的社交圈，我更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看看剧，做做饭。一会儿怎么回去？我朋友会路过，
到时候我跟他一起回去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我还爱你。我们好可惜，我要离开了，再不说没机会了。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哪怕我结婚前一天你来找我，现在都可能是不同结果。那我读完博回来，坚定的选择你呢？你跟李思诺到时候协议结婚也要结束了，我还有没有机会？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要走了？有一个朋友要搬家，我一会儿去帮下忙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走吧，我送你。两个大概江一瑜的话让他心里起了波澜，但他又做不到完全相信他口中的我会坚定选择你吧。坚定这两个字对他而言似乎意义非凡。你们晚上不是还有局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困，想回家补觉，明天又得正常上班。你帮你朋友到几点？大概10点。有点晚，没法去接你了。今天这个状态，10点我恐怕已经睡着了。你开我的车去你朋友那儿，等结束你开车回家。你今天开的哪辆车啊？你开过的那辆法拉利。太张扬了，我一个人也不敢开。我到时候可以借我朋友车开回去。你既然累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李思梅，你要勇于尝试，多开开，自然就不怕了。永远不迈出第一步，永远原地踏步。越是你不敢做的事，你就越得去做。做了就会发现，也不会如此。现在又不像以前，现在有人给你兜底。谢谢你，你也可以勇敢的去尝试。这一次也许会有不同结果呢。我一直认为你是无所不能的。无所不能。先手哥，那我先走了。有事给我发消息。新发型很好看。谢谢。怕你再在这种宴会里没胃口，买了点东西给你垫肚子。谢谢。我也想吃。对了，你怎么想到搬到我这个小区来的？啊，大概是想跟你住一起吧。你这边位置更好，性价比也更高，正好我那边房东要卖房子了，就看了下你们小区，没想到正好就看见了合适的房源。看来我们很有缘呢。我们就是很有缘，自己创造的缘分，那也是缘。真的好巧，居然是同一栋楼。没关系，我信得过你。徐闯，你不能这样没有警惕心。案里一半都是熟人作案，即便是熟悉的朋友，也该留个心眼。你不也很信任我吗？那我也没有告诉你我家的密码啊。不要担心我，李思梅，我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，最值钱的也就只有我了。即便被你知道了密码也没关系，难不成你还会来偷我吗？我是不会，
但变态不一定。你说的对，还是警惕一些为好。请。来吧，我替你收拾下卫生。一个人工作量确实大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受伤没人照顾的时候，在养母留下的老房子里，她也是这样耐心地替我整理屋子，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，摆放整齐。怕我无聊，做完这些以后，她也没有走。她坐在我的写字台前，认真安静地复习期末课程。我记得自己当时看了她好久，好久好久，久到我自己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为什么要来管我？我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。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我不会让你孤零零零的。后来他说到做到，那阵子他天天过来，我知道他经济状况不好，照顾我会影响他兼职，他自己就没多少钱，还要养我这个拖累，所以我第一次主动向徐家求助。不是说好不会要徐家1分钱，与其装模作样，倒不如一次说清，你想要多少钱？我还是学生，受伤了，也没有赚钱的能力，我需要这笔钱。这1万块能让我付完剩下的医药费，也能让李思玲的日子好过一点。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拿了钱就本分些，别去我妈面前碍她的眼。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来见喜欢的人，不会去计较，徐清且压根不会留意到这一幕。只有我觉得他受了委屈。我只要了2万，一如往常，带着傲慢，多出来的钱也是他在傲慢地施舍我。不过我可以给李思玲买一个相机，她在摄影社有了好相机，就可以好好学东西了，那是她的爱好。也可以给她买一条漂亮的裙子，她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女生。可是钱不见了，我生母的新男友偷走了那笔钱。你怎么能偷走那笔钱呢？我急用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偷走了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计划。如果我不能带给他轻松的日子，我怎么好意思跟他开口说喜欢呢？我其实是配不上李思梅爱的，但我会努力让自己配得上。差不多了，你的东西好好少。对了，能借下你的车吗？可以。你要出去吗？我老公失恋了，我回去看看他是不是半死不活。你开回去好了，明天正好开回来，然后麻烦你陪我去医院。徐清姐大概并没有回来过。清姐在跟我们喝酒，她喝的有点多，你要来接她吗？互帮互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用，你休息吧。你到时候怎么回来？叫代驾。男人大晚上一个人回来也不安全，长得帅的男人也容易遇到歹徒的。哦，我长得很帅。今天有人很会说话，又夸我帅，又夸我聪明，还见不得人说我牌技不好。
乖小梅，早点休息，我需要自己静一静。好。恋人未满，分开应该是最难受的吧。要不要也出来聚一聚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也格外想念自己圈子的朋友。好啊。徐闯竟然也在。我是开他车来的，一会儿正好接他一起回。不爱喝酒的男人，今天却都在借酒消愁。想起了以前一些事儿，心里发堵。让他喝吧。徐闯，我们回包厢吧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你还喜不喜欢我？我还是很喜欢你。徐闯，你松手。今天徐闯也在这儿，刚刚在洗手间碰到他了。他那个女朋友你见过吗？看他那样子，像是故意喝醉等人来哄呢，绿茶的很。他要是跟你抢女人，你都未必抢得过他。一会儿你找熟人送他回去，你今天留下来是怕他喝多了出事吧？毕竟哪怕没在一起过，也算认识一场。至于送他，我送不太合适。放心吧，我会送小江的。他拒绝我了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吧？出国以后，我们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。就算他和李四妹之后协议到期离婚，陪在他身边的也不会是我。不早了，该散了。你呢？怎么回去？要不打电话让你家里来接？不用，老宅离这儿不远，我回老宅。至于这会儿见李思魔不是个好选择，一方面我的情绪不该由他消化，另一方面轻易向他人展示我的脆弱不是明智之举。平时挺光上进的男人，这会儿在掉眼泪。我真的很茫然，我虽然很坚定，可是一切都是未知的。我怕我一不小心就彻底失去你了。跟一个喝多的人计较什么呢？还是有点共情他的难受，因为我和他都是在这个世界里摔得鼻青脸肿，才能摸索着前进的孩子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得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每句